2022年开始接近尾声了啊，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先问大家，今年换机了的小伙伴扣波1啊，没换的扣2。在过去的一年中呢，你肯定有自己印象最为深刻的机型、技术或者机圈的某个事件啊。对于我自己来说啊，比如12S Ultra 完整的英寸大底算一个，这个苹果的灵动岛 OS 动画也算一个。但机圈的这些新东西，相比于2年前的疯狂，多少有些像微风拂过湖面啊。近来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整个机圈啊变得越来越平静了。今年也有几次热搜说啊，年轻人都不想换手机啦，或者人们的换机周期在不断的拉长，这都让我们不禁开始怀念机圈狂卷、风起云涌的那些年。就比如典型的2020，大家可能没意识到，现在这些主流技术，比如说高素质屏幕啊、高刷新率啊、100瓦快充啊、线性马达甚至双扬声器啊，出现可能都比较早，但是基本都是在2020这一年开始大规模普及的。2020可以说奠定了近2年机型的核心体验。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风起云涌的机圈2020。2020可谓非常特殊的一年啊，本该发布会云集的美好春天啊，因为疫情我们都是在家里度过的啊。当时我还记得大家都回不了工作室啊，当时频道的视频基本都是我在家里自己用手机录制剪辑的。手机厂商这边也压力巨大，面临着之前辛苦研发的机器无法顺利发售的问题。但2月13日，小米还是率先举办了国内首个线上手机发布会，带着米10系列正式冲击高端啊。2款产品都是非常水桶的旗舰，尤其是米10 Pro。2020的关键技术1，对称双扬。10 Pro 双1216全对称立体式扬声器，可以把音乐手机4个字先打在公屏上啊！触动最真的小米 Real 音乐手机。效果确实非常不错啊，不过由于内部空间占用确实大，这个系列之后，小米在后面也基本不再出全对称扬声器的手机了。我们先来听个响啊，大家可以按编号猜一下哪台是10 Pro。小米的首场线上大型发布会，事实证明反响还是不错的。那后续其他家呢也都开始跟进。如果小米10 Pro 让我们看到了小米高端机的轮廓，那么小米10至尊纪念版就是给你来了一次高端机的近距离特写。下半年雷总的公开演讲用了20个故事啊，回顾了小米过去的10年热血，也为小米10至尊纪念版带足了流量。2020关键技术2，小米业界首款量产的120瓦快充。其实早在2019年 MWC 大会上 ，vivo 就率先公布了他们的120瓦快充技术。只不过啊，搭载该技术的 iQOO 5 Pro 啊，稍晚于小米啊，被截胡了。120瓦有线、50瓦无线、10瓦反向充电，这多键合璧啊，这套配置放在今天依旧强大。2020关键技术3啊，骁龙865可谓一代神优了啊！之前我们频道出过它的详细性能分析，后面的神优870也是基于865的小改版。小米10优当年小白测评数据库光明山脉凭借平均帧率 59.34 啊，直接登顶数据库。现在跑个原神啊，半小时平均帧率还能达到54帧，只不过功耗偏高了，来到了 6.5 瓦，最高温度45摄氏度，这个表现在现在也算不错。当时的亮银配色还时刻了首发媒体的各家 logo 啊，总体颜值看起来非常耐看。这个亮银配色还有一种梦回2017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限量100台的小米6亮银探索版。如果小米当年借此机会冲击高端，说不定会成得更早一点，可惜当年良品率实在太低了。10优还是小米近几年唯一一款16GB 运存的手机 MX586 潜望长焦，已经连续使用3代了，实际表现竟然比11优 Ultra 还要好一些。11优长焦的色彩有些偏红了，可能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小米10会一步卖到3999起，毕竟米90雷总还说连夜说服高管。小米能否在4000元档位站住脚跟啊？当时变成了很多人心中最大的疑问。结果在后续的其他家产品的衬托下啊，这小米10被迫性价比啊，并且被戏称为旗舰守门员。比它便宜的啊，配置比它差啊；比它配置好的，价格又比它贵很多。之前的担心啊，多虑了。接下来是被截胡首发120瓦快充的 iQOO 啊，120瓦充电 X 震动马达对称式双扬声器，除了镜头啊，甚至这些配置都要比同期的大哥 X50 Pro Plus 都要豪华不少。不过这台也是目前 iQOO 唯一一个搭载潜望长焦的机型了，后续就都没再出过了啊。这台是5倍的光学变焦和60倍的数字变焦啊，一个配置都没落下。2020关键技术4 ，vivo 在当年首发了微晕台技术，并且沿用至今。它是通过镜头非常精密的机械运动补偿，来与拍摄时产生的抖动
动相互抵消，同时也解决了一定程度的传统防抖带来的画面裁切和果冻效应问题。不过后来发布的超大 V X50 Pro Plus 并没有搭载微云台，配置却低于同期的 iQOO 5 Pro 但当时 iQOO 的品牌影响力还不是太够，虽然请来了 BMW 联名，线上十分受欢迎，但是在大众消费圈子里面 iQOO 当时还没有打开。好在后劲十足iQOO 也有了自己领先的新技术，就比如200瓦快充某厂不知何年何月能加一点瓦数。2020关键技术5屏下镜头。中华酷联时代之后中兴的存在感就一直比较低。不过在2020 9月初全球首款屏下前置镜头手机发布中兴 X220 5G。虽然现在看这效果一般，但在当时也基本不影响日常使用还是非常炫酷的。中兴用实力证明了他想要回归机圈的决心，但是系统不太给力还不如自家的红魔好用不过后面中兴也一直坚持屏下镜头的研发，到今年屏下的隐藏效果已经相当不错了，几乎完美全面屏的正面视觉冲击力，初次上手就可以让你留下深刻印象。彼时的华为还在跟徕卡合作着 P40 Pro Plus 搭载徕卡5摄，支持10倍光学变焦、100倍数字变焦、4曲面满意屏不知道当时你满不满意？不过上滑返回的手感确实特别爽记忆深刻。但屏幕小黄鸭抽奖的问题也得严重吐槽。如果 P40 Pro Plus 是华为影像的集大成者，那么下半年的 Mate 40系列大家先把怀念2个字打在公屏上吧，这可能是华为近些年被迫的巅峰之作了。2020关键技术6麒麟9000，这颗神油之前我们实测过太多次了，最关键的改变就是在传统弱项 GPU 方面，到了9000实现了暴力提升第一次超过了同期的骁龙88。面对隔壁发烧的火龙，华为可谓是秦始皇踩电门赢麻了。后续因为大家都懂得的原因，以至于到了2年后的小白测评双11购机指南，华为的5G 机我们也只能推它。这台机最大的缺点就是货源不足了。现在 Mate 40 Pro 的用户也如当年米6用户一般无疑是坚定的钉子户了。2年多过去了，华为这2台5G 旗舰和现在比怎么样呢？实拍上 P40 Pro Plus 的色彩依然准确一些，不过主观有些偏冷了，就比如主摄的这几栋高楼还是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色彩差异。光影质感上用 Ximage 的50 Pro主观上还要优于徕卡的调教但是华为 Mate 50 Pro 依然存在偏红的问题。解析力上 P40 Pro Plus 的树叶部分较为糊，桥梁上的纹理也不够清晰。切换到长焦部分，得益于它的原生10倍在长焦上肯定还是3者最清晰的，观感上也最佳。简单总结，即使2年过去了他们的拍照依然还是很顶，甚至在色彩上也不输于当下的华为旗舰，只是解析力稍弱了一些。2020关键技术7潜望长焦。2020可以说是这项技术铺得最开的一年，基本上是旗舰标配。但是后续大家也都看到了，各家都在砍长焦，即便是有也不会直接上一个10倍光变了，现在有个3.5、5倍就非常不错了。从硬件上你做到高倍数就必须得潜望相比于普通长焦镜头肯定有着更加复杂的结构以及更高昂的成本除了它自身的硬件成本之外，潜望镜头的体积也会给内部设计造成不小的麻烦手机镜头会逐渐鼓包。调教方面呢，潜望支持多倍变焦，画面大一些这平常看起来并不明显的抖动也会被进一步放大，这也更加吃厂商的防抖算法。再加上大众用户可能调用比较少，后面我们就只能在顶级旗舰上看到了。这项技术应该是机圈为数不多的，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技术下放的功能了。2020关键技术8稍微小众一些，但是我也十分怀念，它就是实体键键。当年的游戏手机市场，黑鲨带来了物理结构的实体升降按键，实体键相比于虚拟极大的弥补了手汗会误触的缺点，而且游戏手感极佳，让你多少找回了点小时候搓红白机的感觉了。后续弹出式的实体键键继续升级，到了黑鲨5系列这一代已经变成了磁动力键键 2.0 了，后续红米也有跟进。我们想想当下，再看看前2年，这个年轻人不想换手机了，那肯定是有原因的。2022年的各个产品可以说都非常强劲折叠屏手机也是在20年的下半年开始形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细分市场。当年不管是产业链还是各个品牌的探索也是百花齐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小米的环绕屏和 OPPO 的卷轴屏慢慢在手里变大。以后的手机什么样咱们不清楚，但我们多少可以在这些尚未成熟的技术中一窥未来。行业的瓶颈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整个行业正在趋于成熟。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单纯的机友真的就是单纯的喜欢新技术的探索。怀念2020，希望机圈下一个2020尽快到来。也欢迎大家评论或者弹幕留下在2020年你印象最深刻的手机看看是哪一台。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内容精彩，大家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就可以了。不关真铁，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